我是瓜皮儿，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。夜晚，一颗陨石降临，宇宙观测中心的研究员遭到未知生物的袭击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小黄走在乡村的道路上，看到父亲和女儿的亲昵，羡慕至极。在桥上看地图找路的时候，大雾袭来，胜利队前去调查，途中受到干扰，飞机失事。坠落之后，怪兽悄悄地出现在飞机旁，好在二人相安无事，还变出来2辆摩托车前往宇宙观测中心。但由于磁场缘故，导航失效，二人看到村落想进去画个圆，但进去之后发现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绝警推断大家应该是下山挖地瓜去了，正四处张望，一个湿哒哒的女孩出现在他们的身后。女孩醒后发现二人是胜利队员，立马翻脸不认人，气得绝警不想和她说话。望向了窗外，发现了突然出现的村民，还不忘问大家是不是挖地瓜去了。村民们拿着挖地瓜的工具奔向他们，大雾充斥着房间，3人从后门溜了出去，他们身后飞来了一群又一群的地瓜，二人应接不暇，只得选择撤退。安全之后，得知女孩也是要一同前往中心，3人正准备上路，大雾飘了过来，大古提前一步开溜，袭来的大雾逼得他们分开，而大古始终摆脱不掉，被地瓜附体之后掉落到了河里。绝警二人发现了地瓜们的基地，于是悄悄溜了过去。俗话说，最危险的地方果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不过好景不长，他们还是被发现了。不行，跑不动了，不能轻易放弃啊！大古联络总部以后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二人终于来到了宇宙观测中心，暂时安全了下来。女孩介绍自己的父亲曾是这里的研究员，为了工作对家庭不闻不问。询问过后，得知他的名字叫江崎千鹤。经过一番促膝长谈，对对方有了基本的了解。这时大雾飘了进来，他们拼命逃窜，而绝警却被地瓜附身，打了一套感情牌后，绝警猛地一踹，他娘的没事了。想到女孩曾因跳河得救，便触发了人工降雨装置，果然把他们变成了地瓜干。屋外的丽娜和松方驾驶着小钻风赶到，同时怪兽马格尼亚登场，对了一波技能后，车子失控，丽娜默默地念了一声大古，大古。迪迦奥特曼出现，打断了他们的对弈。怪兽不停地使用充电宝充电，迪迦发现即便是红色状态也打不动他，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乌鸦座飞机把他按在了地上，可还是打不过。队员们发现了这一端倪，新城驾驶着1号机发射导弹，偷了怪兽的老家。怪兽一下子就怂了，不断的挨揍，一脚踹飞他之后，一个岩盾螺旋丸，马格尼亚原地爆炸。经历生死之后，千鹤对绝警产生了感情。这一天 TPC 总部生物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们突然集体发病，被紧急送往医疗中心。绝警和新城队员前来一探究竟，找到研究员们中毒的根源之后，带回了指挥部。对于这种未知生物，大家也是束手无策，于是就交给了绝警队员。做实验的时候，这个生命体使四周的氧气纯度大大提高，同时也加大了生物氧气中毒的概率。问题不仅如此，这个冒牌珊瑚中流出了像奶昔一样的液体，它化为了食物。绝警吓得摘了防毒面具，也不怕中毒啊！眼睁睁地看着他钻到电脑里，电脑开始做自我介绍，这可把他惊呆了。得知这个变异口香糖会打字之后，绝警决定来到大家面前卖弄一番，请看 VCR。面试过程中，大家得知它可以不断繁殖，并且自行过滤空气中的杂质，产出高纯度氧气后，可高兴坏了。一边计划着怎么利用它，一边盘算着要不要开个会，看看怎么搞它。然而，并没有人知道这块变异口香糖心里的小九九。监视过程中，绝警在屋子里和他的电脑版电子宠物玩得不亦乐乎。丽娜和新城条件稍微差了一点，不过玩的是正版的。宠物睡着之后，丽娜前去看望屋内的绝警，然而这时他已经睡着了，还梦呓着自己吃不下了。丽娜欣慰地离开。变异的口香糖，比佐摩星球的口香糖，也不对，这玩意儿从门上掉了下来，向着绝警蠕动。正在打游戏的野瑞突然收到了他的 FaceTime， 突然来的工作让他不得不挂机。更过分的是，绝警还提出了一些看似有理实则无理的要求。大古闻声前来质问，但他还是说不过他，野瑞只好照做。这下可不得了了。
整个基地电力系统被他控制。丽娜被关在了小黑屋，当她掏出化妆镜准备联系大古的时候，房顶掉下了一块巨大的口香糖，糊住了他的面颊。原来那厮是比佐摩生命体化身的绝景，他们没有思想，靠电力繁殖，还能依靠科技得到进化。此时基地的电力逐渐匮乏，整个系统面临瘫痪。野瑞想得到绝景曾经开发过的新型系统，但这需要密码才能启动，然而密码只有那大哥一人知道。队长试图用爱感化他们，以此达到共存的目的，但他们没有感情，而且繁殖能力就像小强。不仅如此，还能净化掉人类。绝景告诉他，如果没有人类创造条件，你们一样活不下去。我的记忆体无法回答。星城气不过，决定和大古一同前去解救绝景，但死活打不开这扇门。野瑞收到绝景发来的贺电，破译成功之后，基地恢复电力，胜利队员出动解救了绝景之后，大古想起了丽娜。从昏迷中醒来的丽娜收到了大古的 FaceTime 的邀请，她被约到了胜利飞燕2号的某个角落。此时大古赶到，发现了丽娜遗留下来的电子宠物。飞机准备启动，丽娜才想起来问她这是要干啥。然而视频另一头的大古变得十分阴森，化妆镜流出了过期的口香糖，比佐摩生命体。得知丽娜遇害的大古按耐不住，驾驶着1号机迅速追了上去。一番切磋过后，生命体脱离了2号机，飞向电塔，2号机坠向地面。大古一个仰卧起坐，化身迪迦，接住了胜利飞燕2号。1号机是没救了。迪迦上了一个飞踹，怪兽感觉好像打不过，准备溜溜。这他妈能让你走？一个2踢脚就给你踹趴下。怪兽看样子是真打不过，扭头一看，发现了2号机的位置，遭到阻拦之后并没有放弃，一个电疗把迪迦治得服服帖帖。知道了他的弱点之后，怪兽显得得心应手，意犹未尽的还想继续给他做电疗。突然他灵光一闪，化身为红色形态，一不小心就把这家伙的胳膊给扯了下来。怪兽反击，迪迦一个奥特拉面将他技能弹了回去，怪兽安然无恙。接着又是一个岩盾螺旋丸，比佐摩原地爆炸。奥特曼飞走之后，绝景发表着自己的同情。他认为，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，说不定是可以与人类和平相处的。这时传来了大古的讯息，丽娜激动地抢了过去，却看到了奇怪的画面。真正的大古奔向大家。晚上，路边违停了一辆红色跑车，巡警前来查看情况，遭到袭击。宗方和他的老友小野田又来到了酒吧，聊起了最近关于人口失踪的事儿。心情不好的老记者非说是吸血鬼干的，方宗吓得牛奶都没喝完，赶紧开溜。老记者告诉他，自己这么丧是因为今天是他好朋友的忌日。再见。收到通知的宗方赶到现场，唯一的线索竟是一撮毛，大家满载而归。路上偶遇碰瓷少女薛娜，大伙看是个妹子，就给抬上了车。然而这时某知名物理学家出现，带回基地后女子陷入沉睡，大家来到指挥室讨论如何处理这个女孩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醒过来了。深夜加班的队长遭到袭击，二人你一拳我一脚的互不相让，不料队长头部遭到碰撞昏了过去。薛娜想要趁机给他种个草莓，却被宗方持枪威胁，朝他开了枪后被吓跑，来到了上次露西亚跳海的地方。黑衣女子不管不顾，纵身跃向深海。安置好队长之后，宗方开始责怪自己，非要承担所有责任。他又来到了酒吧寻找小野田先生，这大哥怎么老是在酒吧待着？于是听他讲起了吸血鬼的故事，在他年轻的时候十分不屑于超现实现象的采访，于是那次的任务就交给了他的新同事薛娜。那次采访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酷 girl。 他们在大街上四处给人种草莓。总监得知消息按捺不住，下令宗方带队前去消灭那些长着獠牙的黑衣女子。绝警从身上掏出了一杆大枪，这是专门用来对付吸血鬼的武器。胜利队员全体出击，到达目的地后，所有人分配好了武器，整装待发，消灭了大部分吸血鬼。来到神秘棺材面前，掀开棺材盖之后，大古被某知名物理学家给拉了下去。蝙蝠人很有礼貌地向大古打了个招呼，随后又说大古是个危险生物，毕竟他是光的化身，知道你还拉，是不是傻呀？大古在棺材板里尝试变身，结果发现神光棒没电，遭到了蝙蝠人的嘲笑。其余队员此时正在外面观看吸血鬼女团表演翻跟头。很快吸血鬼女团所剩无几，只剩下了 C 位出道的薛娜。在大家准备对他开枪的时候，小野田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拼命维护薛娜，试图用爱来感动她，结果他做到了。薛娜恢复了人类的模样，两人简单打了招呼，然后小姐姐拉开窗帘，晒日光浴晒到自然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棺材盖被人掀开，一道光射进去，蝙蝠人原地消失，天空乌云滚滚，怪兽修拉诺斯登场。大古也从棺材里跳了出来，变身迪迦。他上来就是一个浑身亮晶晶，想消灭怪兽，但怪兽也不是吃素的，扑棱着2个大翅膀，扇得迪迦睁不开眼，技能被打断。迪迦对付他变得非常吃力，甚至还被种了个草莓。怪兽把迪迦控制得死死的，胜利队员想帮忙，于是给了他一激光。怪兽瞄了他一眼，继续打迪迦。小野田气不过，拿着紫外线枪赶过来，瞄着怪兽的眼睛就是一枪。眼睛被打瞎之后，迪迦清醒，怪兽逃跑，但是被迪迦一个奥特定身术定住，接着就是一个栽培疗光线，修拉诺斯原地爆炸。在大家感慨晚霞的时候，却没有人注意被拉进棺材的大古去了哪里。宗方在酒吧一人饮奶醉，队长穿着便装出现，2人谈笑间被老板用拍立得记录下来。经2人同意之后，把合照挂在了墙上。我是瓜皮儿，迪迦奥特曼，再见。